乌克兰局势也受到记者们的高度关注。在本次两会外长记者会上，相关问题有6个。事实上，中方在乌克兰局势上的立场一直很清晰，也很坚定，那就是必须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照顾当事方合理安全关切，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端。中方愿在需要时与国际社会一道开展必要的斡旋。在谈及撤侨问题时，王毅表示：“你的身边有我们，你的背后是祖国。”对于路透社提问中方为何尚未将此描述为入侵，中方是否能做更多努力帮助解决冲突，王毅再次阐明中方立场，并就化解乌克兰危机提出4点主张。中方认为，要化解当前的危机，必须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坚持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照顾当事方的合理安全关切。必须坚持通过对话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必须着眼地区长治久安，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王毅表示，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今天，原因错综复杂，解决复杂问题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性，而不是火上浇油激化矛盾。当前国际社会应聚焦劝和促谈和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2大问题，继续努力。王毅还介绍，中方在劝和促谈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一直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冲突发生第2天，习近平主席应约同普京总统通话的时候，就提出我们愿意看到俄乌双方尽早和谈。普京总统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中方认为，形势越紧，和谈越不能停止；分歧越大，越需要坐下来谈判。中方愿意继续为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同国际社会一道开展必要的斡旋。此外，就防止乌克兰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提出6点倡议。中方愿为克服人道主义危机继续做出自己的努力。我愿在此宣布中国红十字会将尽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在回答有关从乌克兰撤侨问题时，王毅介绍，随着现地局势不断紧张升级，党中央、国务院高度牵挂每一位在乌同胞的安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多次过问，要求全力确保中国公民的安全。王毅表示，在组织中国公民避难和撤离过程中，乌克兰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予了友好协助。俄罗斯、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白俄罗斯等国也提供宝贵支持，体现了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截至周日下午，已有2批次共4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的临时航班先后安全回到国内。有一位网友留言表示，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但很幸运有一个和平的祖国。外交为民永远在路上，我们愿继续用行动告诉每一位海外同胞，无论什么时刻，无论身处何方，你的身边有我们，你的背后是祖国。针对有记者问及对国际社会担忧世界再次面临分裂对抗、形成新冷战的看法，王毅表示，个别大国为了维护霸权地位，重拾冷战思维，制造阵营对立，进一步加剧了动荡与分裂，让本来就问题缠身的世界雪上加霜。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代表着稳定性和正能量，始终站在一时前进的正确方向上。我们将继续胸怀天下，担当尽责，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就乌克兰局势如何影响中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王毅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彼此最重要的紧密邻邦和战略伙伴。中俄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关键的双边关系之一，不仅给2国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我愿强调指出，中俄关系具有独立自主价值，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之上，更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挑拨。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际关系的创新。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险恶，中俄双方都将保持战略定力，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推向前进。西班牙官方通讯社埃菲社记者的问题聚焦在中俄关系以及乌克兰危机是否会影响中国同欧洲的关系。对此，王毅回应称，中欧和中俄关系完全是两个问题。当然，我们看到还是有些势力，他们并不愿意看到中欧关系稳定发展，编造了所谓中国威胁，炒作对华竞争，鼓吹制度性对手，甚至挑起制裁和对抗。我希望中欧双方都对此予以高度警惕。同时，我们也希望欧洲能够形成更为独立、客观的对华认知，奉行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共同反对制造新冷战，共同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需要指出的是，中方并非乌克兰危机的当事方，但当地华人华侨不少，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在当地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围绕乌克兰局势，中国领导人、外交部驻联合国代表等此前已先后多次阐明中方立场。中方希望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这对中欧都有利。观察指出，乌克兰局势发展至今，再次反映出中方长期坚持的国际安全与国际秩序理念的关键意义。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中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在为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这次王毅提出化解乌克兰危机的4点主张，并表示愿在需要时与国际社会一道开展必要的斡旋，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分析指出，美西方动辄制裁无异于局势降温，而中方的立场的着眼点是建设性。西方这些年一直对各个国家搞制裁，对伊朗搞过，对朝鲜搞过，但实际上都没有解决问题。那么相反，中方这种劝和促谈的态度，那么为双方有关的各个方面俄乌的双方来搭建对话的渠道平台，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今天的两会记者会是全球焦点，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您对此有何观察？当大国博弈越发的紧张，当全球性的危机挑战越发的严峻，对确定性、对和平发展乃至对中国方案和中国理念的需求，也就越发会上升为全世界的战略刚需。那么，这是这一场记者会格外吸引外部关注的舆情民意的基础。这场记者会呢，历时100分钟，王毅回答了国内外记者的27个问题，涉及全方位大国外交的各个面向，可以说对人类世界和地缘政治版图大致做到了全覆盖。我个人梳理呢，这27个问答大致可以分成4类，包括大国外交观、国别与地区关系、国际热点难点回应以及大国海外利益的保护等等。那么阐释大国外交观，可以说既有中国理念与智慧，也有中国方案，比如呢，涉及“一带一路”，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式民主等等。那么今天王毅尤其点赞最后一位记者提出了好问题，强调要以迎接党的20大作为契机，继续向国际社会讲好共产党的故事，帮助更多外国朋友真正读懂中国共产党。所以这也恐怕正是王毅他所希望着力向外界强化传递的一个明确信息。要更好地读懂中国，读懂大国外交，那么你必须要读懂中国的执政党。